这是车速170公里每小时的我。第一次坐车做出了过山车的感觉，有一点想吐。我并没有坐在 F1 赛车里啊，虽然我的司机是一名前职业赛车手。这是吉利旗下的极氪 7X 车型。1月初 CES 展的第一天，在拉斯维加斯的赛道上，向全球来宾展示中国电车在海外用户眼中的性价比。With that price range for the amount of features it offers, it's incredible. 之后的几天啊，我在美国消费电子展 CES 上转了一圈各大车企厂商的展台，最大的感受就是未来的汽车已经不单单是车，而未来的车企也已经不单单是制造企业。AI 正在推动自动驾驶、工业自动化等领域快速进步，而 AI 驱动的解决方案以及交互体验也在重塑人们的生活和出行方式。这对于新时代头部车企来说意味着制造、自动驾驶、AI 模型、芯片、计算基建、机器人等等的庞大生态布局。Hello， 大家好，我是硅谷101的陈倩。那么这个视频呢，我就带大家来到2026年的 CES 现场，看看新能源车厂都在布局什么，未来将是什么样的打法，以及呢，作为消费者的我们体验会有怎么样的改革呢？在今年的 CES 上Physical AI 是最重要的关键词。而在 Physical AI 当中呢，汽车又是最直接的落地场景和产品。The AV revolution has arrived. After so many years, with Waymo's success and Tesla's success, it is very, very clear autonomous vehicles has finally arrived. 从看见世界到真正理解世界，这一跃迁正在让汽车成为新一代物理 AI 的里程碑技术突破。英伟达在本节 CES 上发布的全新自动驾驶平台 Alpamayo， 正是黄仁勋在 Physical AI 上的压注。Alpamayo 平台的核心能力在于多步推理，它不只是识别道路和目标，而是能够理解交通参与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复杂场景中做出更接近人类驾驶逻辑的决策，从而推动辅助驾驶向更高智能形态进化。黄仁勋还披露2025年款奔驰 CLA 将全线搭载英伟达完整的自动驾驶技术栈，按照技术首批车辆将于今年第一季度率先在美国上路，第二季度进入欧洲市场，亚洲市场则预期在下半年启动部署。此外像高通这样的芯片厂商同样在 CES 上明显加快了汽车与 AI 结合的生态布局节奏。而高通与谷歌则是进一步的深化长期合作，将骁龙数字底盘与谷歌汽车软件体系深度融合，通过语音、触控、视觉等多模态交互，大幅度降低下一代 AI 车载体验的部署门槛。那如果说 Physical AI 正在重塑怎么开车，那么在智能座舱领域生成式 AI 则是在重新定义车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在 CES 中看到汽车正在从交通工具演进为真正的智能体。今年 CES 期间，宝马宣布与亚马逊合作，将 Alexa 加生成式 AI 整合进智能个人助理系统。首款落地车型为宝马 iX3， 升级后的语音助手支持更自然的多轮对话，能够理解包含多个操作意图的复合指令。也就是说一句话就能够同时调节空调、规划导航、播放音乐，甚至在特定场景下主动给出上下文相关的建议。博士展示了与英伟达、微软联合打造的新一代 AI 座舱方案。系统具备用户行为学习能力，可基于历史偏好提供个性化的语音反馈。LG在 AI in Action 战略下推出了新一代的智能座舱平台，基于骁龙座舱至尊版芯片，将生成式 AI 深度嵌入车载信息娱乐系统，实现界面与内容随时间、天气、位置动态调整。那么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车企在 AI 领域的进展，已经成为了 CES 上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我们参加了吉利汽车在 CES 期间召开的发布会它就宣布，基于其首发的 WAM 世界行为模型，全域 AI 技术体系正式的迈入了 2.0 阶段。那么这意味着汽车智能不再限于单一功能的叠加，而是首次拥有了持续进化的世界观与判断力。同时吉利还发布了千里浩瀚辅助驾驶系统的英文品牌以及软件版本名称千里浩瀚 GASD， 融合先进的 AI 算法、大规模真实驾驶数据与高性能传感硬件。千里浩瀚 GASD 首版本已经率先搭载于极氪 9X、领克900等吉利旗下的众多车型。按照规划，吉利将在2026年起在法规允许的前提下，逐步落地高速 L3、低速 L4 级自动驾驶能力，并且启动 Robotaxi
RC 商业化运营，使得高阶自动驾驶正式的进入规模化阶段。那说到这里啊，我们可以稍微深入聊聊吉利这个案例。我们上面说到，新时代的车企呢需要去多元布局，那么这意味着制造自动驾驶 AI 模型、芯片、计算基建、机器人，甚至呢智能生态的庞大生态布局。那么在国际上呢，我们能够想到特斯拉，而在中国市场可能有这样生态布局的就是吉利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这样的生态非常重要，传感器、算力、AI 卫星，它们之间到底是怎么勾搭在一起的。说白了哈，这些眼花缭乱的布局呢，为的就是在组一个生态闭环局。那么这个局的终极目标啊，是让车从硬件产品变成一个有生命力、能够自己成长的智能终端。那我们来拆解一下它的运行逻辑。第一步就是感官，车上的各种摄像头、雷达、麦克风等等，都是车的眼睛和耳朵，让汽车能够感知到世界，并且整合成庞大的数据集。但是光是收集还不行，于是呢就来到了第二步，端侧算力，也就是让汽车长出脑子，依据外界的反馈来不断的提升自己。所以你会发现，有的车开了1年后，辅助驾驶呢好像更稳了，语音助手好像更灵了，那这就是它长脑子了。但是脑子再好，也需要年轻的身体才能够带得动，那么这就来到了第3步，也就是架构。汽车的电气架构啊，就像人的神经系统，负责连通每个器官。这个架构越高效，那么反应速度呢也就越快。比如说，过去的燃油车采用的是分布式架构，几乎每个功能都得配备一个独立的小芯片负责控制。各部件之间啊，就像数字孤岛，难以互相通信，或者传输带宽较低，计算性能不足，也无法做到智能化。而现在新能源厂商布局的架构平台，就是要给汽车换一副年轻的数字骨架。把原来几十个分散的小电脑集成到1-2个高性能大脑上，算力集中了，软件才能够跑得畅。这就是智能化时代单台车要做的事情。但是呢，就像人类一样啊，只有集中智慧才能够办大事儿。所以呢，我们看到一些汽车厂商会布局自己的 AI 数据中心，集中所有车的使用数据来训练自己的大模型，再应用到自动驾驶或者智能座舱当中，最后通过 OTA 来不断提升消费者体验。那既然要集中数据，通信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了。在城市道路里面，基建都比较完善，但是万一到了偏远地区，甚至无人的沙漠，那服务呢岂不就中断了？那这呢就得靠卫星通信了。那么靠这样的布局呢，才能够实现最终的舱架融合，让开车和坐车这2件事呢，从割裂变成一盘棋。而具身智能啊，则是这个局的终极野心。特斯拉为什么一定要做机器人呢？因为训练自动驾驶汽车和训练一个能在物理世界自由行动的智能机器人，底层技术呢是相通的，都需要去感知环境、理解世界、做出决策，以及呢控制身体。那这样说来的话，车其实就是轮式机器人了。今天在车上积累的所有的 AI 能力，未来都可以复用到更通用的机器人身上。反过来啊，研究机器人获得的对复杂环境的理解，又能够让自动驾驶开得更好。所以呢，布局机器人啊，是在为下一个时代买门票。车呢是当下赚钱和收集数据的核心载体，而数据呢是通向未来任何智能形态的石油。那么这么看下来，这个闭环啊就很清楚了。传感器收集数据，车载芯片提升端侧算力，平台架构提高效率，然后呢集中这些分散的数据，即使在偏远地区也能够使用卫星来通讯。数据中心再训练 AI 模型，反哺到自动驾驶智能座舱上，通过 OTA 让所有车变得更聪明，顺便呢还能够发展具身智能。因此呢，对于新时代车企来说，下一阶段的竞争是生态闭环能力的竞争。如果说吉利要找一家在全球，比方说和谁比较像的话呢，我觉得特斯拉是非常相像的。我们试图来拆解一下吉利的生态帝国啊，看看全景式布局能力怎么样才能够支撑吉利未来的新能源汽车叙事。那造车呢是所有能力的地基，也就是最考验经验的一环了。众所周知啊，吉利可是有自己的赛车队的，他们连续参加 WTCR 多次取得冠军。而在开头啊，我们也是放出了一些花絮，我也在现场啊，由前专业赛车手当司机，体验了一把速度与激情。Featuring a dual electric motor. Oh wow, that's You can fast. immediately feel the Yes. acceleration.
And right now it's currently in sport mode, so it's lowered to the ground a bit. That way you have better turn-in and handling. Now it's not meant for a track, but if you're going around town and you live in a place like LA where the traffic is congested and you need to kind of get on it, you can adjust the heights and adjust the speeds that you need accordingly. Pushing nice and firm, going wide, turning in nice and tight through here. And you can see, I'm really smooth with the steering wheel and it's holding on. Even with the weight that it has, it's nice and stable. And you guys can just see the acceleration. It's quick. Turning in nice and tight, like we're going about 110 kilometers right now. Going nice and wide through here. Pushing all the way through. And then firm on the brake. Coming through the slalom, you guys can just see the reaction from the vehicle. It's nice and smooth. And we're back in. Firm on the brake. On a roller coaster. Yeah. And it's a quick car, man. I like how much grip it has. I also love the interior on this vehicle. So not only does it have the performance side, but it's also a nice, comfortable car that you can really just enjoy on a day-to-day basis. 吉利的旗下品牌呢，从主流大众的银河到中高端及潮流的领克，再到豪华的极客和沃尔沃，还有豪华超跑、高性能的莲花等等，几乎是覆盖了所有区间啊。这样完善的基本盘意味着成本分摊能力、供应链话语权和无比丰富的研发数据，也造就了公司的机械工程力。因为吉利的话呢，经过多年的和沃尔沃的协同啊，就在于架构技术啊、底盘技术啊，包括空气动力学啊这些方面的话呢，包括安全技术啊，应该说我们有了非常好的一套技术能力和体系。因为汽车这个产品呢，除了智能化，它还是要保证这些基础的像安全呐、品质啊、可靠啊这些方面的话，这也是前提啊，再才能谈智能谈体验。那说到智能化，吉利选择了2条腿去走路。那么一条腿呢是自下而上的整合，它直接呢是收购了一家手机公司，也就是魅族。那别小看这一步啊 ，Flyme Auto 车机系统呢之所以一出来就好用，是因为呢它就是一个成熟的、经过了众多用户考验的手机 OS 团队打造的。那这是从消费电子领域降维打击。那么另一条腿呢是自上而下的研发，也就是自研、自动驾驶和 AI 大模型了。在这次 CES 上，吉利还正式的发布了千里浩瀚辅助驾驶系统的英文品牌以及软件版本名称，千里浩瀚 GASD Geely Ferry Smart Driving。这套系统不仅用到了主流的 VLA， 还融合了世界行为模型 WAM。关于模型呢，我们稍后再详说哈。那么先来说一下吉利做自动驾驶的一大优势，就是数据量足。就拿特斯拉来说 ，FSD 的表现呢是引来了不少赞叹，背后的原因之一呢就是凭借着超高的销量啊，特斯拉收集的训练数据也非常多。光是2025年，特斯拉全年呢就交付了163.6万辆车。而吉利这边呢，2025年的全年销量是达到了302万辆，其中的新能源车销量呢是达到了168.8万辆，所以呢，至少训练数据呢是不愁了。那么这也意味着呢，吉利不仅数据量大，而且呢种类还会非常的丰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吉利的 AI 模型。在此之前啊，吉利就已经有了自己聚焦汽车垂类领域的新锐 AI 大模型，以及呢通用的接跃星辰 Step 系列 AI 大模型，实现了全域 AI。简单来说呢，就是将 AI 融入了汽车的架构、动力、底盘、智能座舱、辅助驾驶等等全链路。但是此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呢，各个模型之间相对独立，无法共同协作。座舱它知道乘客晕车，却无法让驾驶变得更平顺；底盘感知到颠簸，自驾系统也无法联动调整动力输出等等。因此，全域 AI 2.0 升级的核心就是从单点智能的交互到整体智能的涌现。而这次在 CES 上，全域 AI 呢是升级到了 2.0， 升级的核心呢就是打通了所有环节的 AI， 让车辆呢拥有了一个统一的大脑，而这个大脑的核心呢就是世界行为模型 WAM World Action Model。我们 WM 的这个模型的核心特点的话呢，它是一个，比方在感知层面融合了更多的这种感知的数据，不光是视觉语言，还有就是世界模型里头的一些知识，怎么融合到就是说对于世界的感知的概念。同时的话，我们在动作层面的话呢，我们把整车的全域的支架呀、座舱啊、底盘、动力各个领域里头，把它形成一个协同的一个模型，怎么能够让
动作协调一致，效率更高啊，这个响应更快，体验更好。同时，我们也大量融入了这个沃尔沃的安全的这个事故数据，怎么通过这个模型把我们的车辆的这个产品，让它的安全性能够得到保障，能够更高。有了 WAM 之后呢，在开启辅助驾驶的时候，车就不光是能够感知外部的车流、道路环境，还能够通过座舱内的乘客状态来判断该如何开车。比如说，知道你比较赶时间之后呢 ，AI 会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让超车更加激进一些。而如果感知到车上的乘客较多，而且大家比较疲惫想休息，那么就会调整驾驶风格、动力输出、底盘软硬度等等，保证乘客在车上能够好好休息。那么除了辅助驾驶之外呢，被动安全也在 WAM 的加持之下呢得到了提升。在 WAM 模型的统一调度下，自驾翼和底盘翼与动力翼实现了深度的联动。当系统感知到侧面碰撞风险时，底盘它会自动抬升，以车身最坚固的门槛梁来抵御外来的撞击。另外呢，在全域 AI 2.0 的赋能下，吉利去年推出的EVA 超拟人智能体也开始加速的进化，主要针对的就是智能座舱。这就像特斯拉将 Grok 放在车上一样，EVA 呢作为高情商、具备人类常识的智能体，会让智能座舱更像一位真人助理，更好地理解乘客的模糊需求。那比如说我周末的时候想出去露营，那么 EVA 呢就可以为我规划好路线，沿途到哪儿吃饭，甚至呢了解到我露营的时候用电量比较高，而且呢车的电量可能不太够用了，还会呢在规划吃饭的地点的时候选择能够充电的场所，就像呢是有一个靠谱的小伙伴为我安排好了一切。我们在 M9 上面首发了端到端的语音大模型，它有更多的知识，也支持更多的技能，它也是一个具有一定的情感，它可以做一些角色扮演，非常有趣。Act as my girlfriend and say some sweet words to me. Sweetheart, you are like a ray of sunshine in my life. What would you like to bring me to visit in Las Vegas? In Las Vegas, visit the Las Vegas Strip for iconic resorts and entertainment. 类似这样的一些互动。I don't know how to adjust the rear mirror. 我们就可以提供一些这个图文并茂的一些展示。对，因为我们这个大模型它已经熟悉和了解了整车所有的功能，所有的使用手册，那可以结合我们的问题去给出一些图文的解释。而在吉利未来的构想中汽车将会拥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比如说暴雨天车辆泡水的问题，它会自动检测到你车辆是不是有涉及到涉水的这种情况的。你比方说下暴雨，水倒灌到这个地下车库里面去了，那如果是车停在那里的话，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的话呢，它未来它会自动把车开出来离开这个危险区域这些的话都是 AI 赋能的这个产品的一些好的东西吧。那么总的来说呢 WAM 构建了一个统一的整车通用大脑那它的技术内核由4个关键角色协同构成，分别是多模态模型 MLLM 担任决策大脑，负责呢理解复杂指令并且规划宏观任务。第二呢是动作专家 Action Expert， 那作为执行小脑，将意图呢转化为具体控制的指令。还有呢世界模型 World Model 则是充当预测模拟器，对行动序列呢进行毫秒级别的物理推演。那最终呢由人类驾驶数据训练的价值函数作为体验评价官，选出最优解，完成端到端的自我修正。那这一闭环首次让汽车智能具备了基于理解的自主判断与进化能力。在机械方面呢，吉利可以说是上天入地那这也是最像特斯拉的地方。要做到我们前面说的那些，离不开大量的算力，而吉利呢是布局了自己的数据中心。在大算力方面，吉利建立的算力大联盟，综合算力达到了 23.5 EFLOPS， 位居中国车企的第1位。在通信方面吉利旗下的时空道宇正在部署低轨卫星吉利星座，目前呢在轨卫星已经达到了64颗，顺利的完成1期组网，所有卫星在轨可靠性100%，网络可靠性100%，成为中国首个完成组网并且具备规模化应用能力的低轨卫星星座。除南北极外吉利星座已经实现全球地表任意地点实时通信覆盖，为后续推进全球商业化应用进程是奠定下了坚实的基础。那目前呢，吉利旗下已经有吉利银河星耀8、吉利银河18、领克900、极氪001等车型是搭载了卫星通信技术。
那这些卫星呢，不光是为家庭用车服务，未来呢还能够应用到比如说海洋海事、物流运输、生态环境监测，甚至呢低空出行。那最后呢，我们就来再看看吉利的其他生态。经常在国内打车的观众啊，应该知道曹操出行哈，没错，那这也是吉利旗下的，这将是自动驾驶最好的应用场景了。因为我们吉利是有曹操嘛，从这个出行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也在推进我们的 Robotaxi 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技术和业务的这些方面。那我们也在小范围的在试行做 Robotaxi 的相关的一些这个运营的工作随着国家政策的逐步落地吧，我相信这个26年应该会看到一些新的状态。那吉利就告诉我们他们今年呢会开始布局高速 L3、低速 L4， 而 Robotaxi 业务呢又会成为新的闭环。Robotaxi 呢将成为7乘24小时不停歇运行的数据采集机器人。通过自营或者合作的 Robotaxi 车队，吉利呢就可以直接验证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的商业模式，而且呢可以利用其规模制造优势，打造专用的 Robotaxi 车型，进一步的去降低成本。除了地上跑的，吉利呢还有天上飞的。2025年9月，吉利旗下的沃飞长空 AE200-100的首架机已经正式下线，标志着中国大型载人 eVTOL 迎来了新里程碑。那因为当地面拥堵无解，城市空间向上延伸是必然。飞行汽车不是汽车的替代，而是呢对城市立体交通网络的重要补充，尤其呢适用于点对点的快速通勤、紧急医疗、高端商务等等场景。那既然自动驾驶都能够做到这个地步了，那发展具身智能也就顺理成章了。吉利5大 AI 科技伙伴之一的千里科技就是国内首个在机器人强化学习基准测试平台 RL-Bench 测试当中平均成功率达到 90% 的团队。而吉利汽车集团 CTO 李传海在2025年的 WAIC 上也表示，吉利有望呢从车企转变为中国乃至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公司。我们想象的未来的汽车形态我们讲的叫出行智慧生命体，它就相当于是一个世俗的机器人它现在呢还没完全做到，但我们已经看到了希望。这一块展示的是我们的一个最底层的芯片 SoC 的能力。吉利我们自己也有这样一个龙鹰1号的自研的芯片，然后它是7纳米制成的，可以最多支持 4K 的一块大屏幕，或者说3块到4块可能分辨率没那么高的屏幕。相当于我们吉利就具备了从芯片到上面的软件，再到包括硬件很多的一个全站的自研的能力。同时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芯片其实很小，然后这块呢是我们的整个座舱的大脑，刚刚那个系统的一个大脑。这个成本更低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刚刚您看到的那个 Flyme Auto 2.0那些好的产品，可以给到可能更廉价的一些车型，让那些车型的用户也能享受到越级的体验。对，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使命。魅族也是我们这吉利的一部分，所以它是我们整个生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首先是手机里面的运行的系统，跟我们的车机一样，也是 Flyme 的系统，所以它整个的设计，包括一些这个交互的习惯是完全一致的。它可以跟手机互联，它既可以当车钥匙。那如果说我们拿着手机在听歌，在步行导航，那我们上车以后也可以自动的接着用车机听歌，接着用车机做导航，是非常连贯的，不打断你的体验。我们在连接以后，在车机上面也可以使用手机上的 App。我们这次还带了2款眼镜，现在我们其实已经构建了手机和车的连接，然后眼镜和手机也是有连接的。那么后面其实我们整个的都是一整个生态系统，整个的外设，包括现在 AI 其实也都是存在于各个设备上面，我们都会把它打通。对，但这个可能还在研发和规划过程。我们再来完整的看看吉利的闭环生态汽车、软件、AI、数据中心、卫星、Robotaxi、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确实和马斯克的布局也是高度一致了。那它的内核呢，都是掌握核心的基础设施，打通软硬件闭环，在多维度构建协同生态。因为这个行业发展变化也很快，未来的话呢，就是往生态化方向去发展。你比方卫星的话呢，我们未来打造就是说这个永不失联的汽车我们要通过卫星技术给用户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那比方说我们布局的这个手机和芯片的话呢，更多的是基于怎么能够把我们的座舱的产品体验做得更好，给用户带来更好的体验。那算力的话呢，那就是为了智能驾驶AI 的技术我们怎么能够做更好的模型的训练，最终还是要产品化这些布局的话都是有它的内在逻辑的。
那我们拆解了吉利如何通过上天入地的全链路布局，将自己对标成中国的特斯拉哈。那么我们同时呢，也来看看全球车企们都在发生什么。如今啊，全球汽车生态啊正在分裂成为2个具有截然不同代谢速率、工程哲学和竞争逻辑的平行世界。一个呢是以中国为核心的速度与智能化阵营，那么另外一个呢是以欧美传统巨头为核心的品牌与工程深度的阵营。中国汽车生态呢，已经完成了从跟随者到规则制定者的蜕变。这里的核心竞争力啊，是通过极度的垂直整合带来的成本控制力，以及呢将汽车视为智能生态节点的全新价值定义。比如说，比亚迪呢就被认为很像是电动化时代的丰田，其核心护城河在于垂直整合能力。华为在生态中的定位啊极其独特，它通过鸿蒙智行模式反复强调不造车，但它更像是一个 Tier 0.5的供应商，强调座舱与智驾方案的生态协同。魏小李一直是代表了中国汽车工业中最具硅谷气质的力量，他们是软件定义汽车的先行者，当然各自也正在面临着不同的组织与规模挑战。小米苏气的横空出世啊，展示了消费电子巨头入局造车的优势，包括供应链话语权、线下门店的渠道能力等等。还有就是呢，我们前面提到的吉利了。作为极具全球化野心的操盘手啊，吉利走的路径啊，比上述任何一家都要复杂。它通过收购沃尔沃、莲花，入股戴姆勒、阿斯顿马丁，孵化奇克与领克，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品牌矩阵。而吉利的优势在于全域 AI 布局与全球资源协同。正如我们前面聊的，吉利呢不仅有 SEA 浩瀚架构这种顶级的物理底座，还有自研芯片、星际魅族的车机 OS， 甚至呢自建的低轨卫星网络。那么这种上天入地的整合能力呢，使它在应对全球不同市场的需求时拥有极强的弹性。那我们再来简单盘点一下欧美阵营哈。西方的车企阵营啊，依然是掌握着全球豪华车的定义权和顶峰的机械工程力，但是在软件定义汽车的浪潮下，他们正在遭遇严重的组织架构阻力。那所谓的德国双雄，也就是宝马和奔驰，正在面临所谓的康威定律的挑战。康威定律呢是一个企业管理领域的概念，主要说的是系统设计本质上反映了企业的组织架构，往往呢也是受制于此。那这正是奔驰和宝马们面临的困境，冗余船大难掉头的内部组织导致了他们不尽如人意的软件体验。奔驰呢自研了 MB.OS， 试图呢通过 Hyperscreen 超级屏幕来重新定义数字时代的豪华，但是它的弱点在于迭代速度慢，用户呢对原厂车机的满意度往往呢不如 Apple CarPlay。那奔驰的挑战呢在于如何在维持机械皇冠的同时，在算法层面去建立核心优势，而不是沦为 Apple 或者 Google 的昂贵载体，以及呢在面对新势力车企智能化的进攻的时候，如何有新的创新，而不是在吃品牌历史的老本。而宝马押注于2025年登场的 New E-Class 新世代平台，宝马在操控感和 800V 技术上依然领先，但是在辅助驾驶的感知算法上显得过于稳重。在欧洲严苛的法规框架下，宝马的智能化步履蹒跚，缺乏竞争对手的快速试错的迭代速度。而大众、通用和福特这3家巨头面临的是最深重的历史包袱。大众在经历了 CARIAD 软件部门的全面溃败之后呢，选择了务实的外购策略，投资小鹏，注资 Rivian。大众的规模是优势，但是层级森严的组织流程与敏捷软件开发天然对立。而通用与福特，他们在北美依靠利润丰厚的皮卡支撑电动化转型。通用的 Ultium 平台曾经被寄予厚望，但是频繁的软件故障暴露出系统集成能力的短板。而福特则更加的敏捷，通过建立内部代号为臭鼬工厂的计划来开发平价的电动汽车，试图绕过内部体制的阻碍。但是面对新能源车企的成本攻势，这种转型依然显得迟缓。现代和起亚呢是传统巨头中转型最稳健的玩家了。他们执行能力强，供应链反应快，eGMP 平台的 800V 高压快充技术甚至领先于大多数的欧美竞品。它没有太大的软件定义汽车的包袱，而是通过稳扎稳打的产品节奏，在西方市场占据了挺高的电动车份额。它是全球范围内最可能稳定追上电动化加智能化体验的传统巨头之一了。而在美国市场Rivian 曾经被公认为除了特斯拉之外最具产品创新力的美国电动车公司。
它的 R1T、R1S 在设计感与电动平台性能上被高度评价。然而Rivian 的弱点也显而易见，极高的制造复杂度导致沉重的成本压力和现金流危机。而近期大众汽车对 Rivian 50亿美元的注资呢，本质上是一场各取所需的联姻。大众需要 Rivian 成熟的电子电器架构来弥补自身软件部门 CARIAD 的无能，而 Rivian 则是需要这笔钱来跨越规模地域。当然，特斯拉作为全球新能源车的标杆公司，已经有很多分析了哈，那我们这次就不在这里展开了。它的优势呢，也是马斯克旗下的广阔的生态布局，包括了 AI 算力、商业太空，未来呢还有 The Boring Company， 还有脑机接口等等未来科技，来形成一个全生态的护城河。那也难怪吉利汽车集团 CTO 李传海呢，也在我们的采访当中说，在生态布局上吉利想要做中国的特斯拉。总结一下，如今的全球汽车市场早就不再是简单的马力对比了，而是代码速度与新型制造的对撞。中国阵营正在凭借着摩尔定律般的速度，试图重写百年汽车工业，利用本土智能化的先发优势构建壁垒。而欧美阵营则依赖百年的品牌积淀和工程底蕴，试图在软件浪潮中守住阵地，并且通过外科手术般的外部合作来弥补数字短板。在这些新变化当中吉利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既拥有中国阵营的速度与全闭环生态，又通过对沃尔沃等国际品牌的整合，深度是吸收了欧美阵营的工程底蕴。那么这种双栖特质或许是它在这场全球大分流当中最大的筹码了。中国新能源车企正在拥抱全球化的机会。2025年从数据上来看，全年出口量超过700万辆。最重要的俄罗斯市场因为对本土产业的政策原因导致市场降温，但是欧洲、东南亚到拉美、中东市场都在加速的发展，赢得了当地不少顾客的心。我们在 CES 现场就遇到了一位墨西哥的车主，他就跟我们说，他家买的全部都是中国新能源车。I studied from the Seeker. It's nice product. The technology, the group is very nice. It's my first product. No, it's my second product from China. I have another car from China for other brand, but I have 2 years ago with the products from China. Sí, tenemos tres hijos, ya son grandes y el carro es muy amplio, entonces cabemos todos muy bien. Para la familia creo que está increíble. Yo tengo muchos amigos que creen que las cosas chinas son malas y yo les he dicho que el carro que tengo es buenísimo. Hasta les he retado a que lo prueben o a que corran en contra del carro que tengo. Y lo he recomendado mucho. Todavía tienen muchas cosas que evolucionar en el pensamiento del mexicano, porque él piensa que las cosas chinas no son tan buenas, pero es una creencia que está mal. Yo les digo, ahí tengo un carro y pruébenlo y van a ver qué buen carro es. 那就拿上面我们提到的吉利来说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增长在过去几年是非常的强劲。2025年全年累计销量超过了168万辆，同比增长90%。而公司预计2026年新能源车销量能够达到222万辆，实现32%的增长。毫无疑问的是吉利在接下来将进一步加速全球化布局，这也是中国车企出海的标杆市场趋势。而在试驾现场驾驶过无数汽车品牌的赛车教练就跟我们举例说，在北美市场，车主们特别是喜欢 SUV 车型的家庭场景，驾驶体验和安全性都格外的重要，而每个人的体验都能够被照顾，是消费者们做出选择的重要因素。 One thing that I've noticed, especially with Lincoln Co. as well as a couple of others, is the price. The price is a lot more affordable for the amount of features that it offers. Not saying that some of the other brands don't have them, because some of them do, but it's maybe 1 or 2. Not all of them. Great sound system, great interior, affordable, good amount of space, and it very much so suits a lot of different aesthetics. It's not just a car that looks like a utility vehicle. It looks like a good SUV, sporty car, fun car, family car at the same time. It wraps all of those in one in a nice, good bundle.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在 CES 现场对于车企的一些探展和观察了。就像我们在片子当中提到的，今年的关键词呢就是 Physical AI， 而汽车呢被认为是最先落地的机器人和物理 AI， 这是让市场充满了尚待验证的新可能性。无论是设计还是研发还是体验，背后呢是一整套新生态链的支持与跟进。而我也非常期待的是，出行这件事情会在未来几年的时间当中发生一些颠覆性的进化，而中国车企将会是其中的重要力量，我们也拭目以待。好，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硅谷101的联合创始人陈倩，你们的点赞、留言和转发是支持我们硅谷101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